沙特这哥们儿是个明白人，眼看着美国所谓的安全保障越来越像空话，说不准自己哪天就被端上桌成为盘中餐，于是痛定思痛，决定向东看，转头就跟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协议。9月17号，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和巴基斯坦正式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御协议，里面核心的一条是，任何针对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换句话说就是打他就是打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这几乎就是北约第5条款的翻版，中东版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很多人认为沙特此举是因为美国无底线纵容以色列，连卡塔尔这种铁杆盟友被炸了都没讨到个说法，彻底凉了沙特的心，所以沙特才在安全上另谋出路。其实卡塔尔被炸这事儿只是个导火线，不是主因。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掰开揉碎了讲清楚。要理解今天这纸盟约的分量，我们得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46年前，1979年的麦加。那年，伊斯兰世界最神圣的地方麦加大清真寺出大事了，几百个极端分子扛着枪带着人质把寺给占了，宣称他们的头是救世主马赫迪，要推翻沙特王室，这一下就把沙特王室的脸打肿了。禁寺是什么地方？那可是伊斯兰世界的绝对中心，如果连自己的圣地都保不住，还当什么两圣地守护者？可沙特军队团团围住禁寺，就是攻不进去。一方面是极端分子占据了制高点，另一方面更要命的是，根据教义，禁寺之内严禁任何暴力，而沙特士兵都是穆斯林，谁敢开第一枪，谁就得背上亵渎神圣的千古骂名。为此，国王哈利德急得可谓满嘴起泡，整个王室摇摇欲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来了？巴基斯坦特种部队。这群同样是穆斯林的彪形大汉没那么多心理负担，反正不是我的圣地，干完活拿钱走人。在一通眼花缭乱的骚操作之后，巴基斯坦人冲进寺内血战2周，硬是把这群亡命徒给清剿干净，把沙特王室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这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关系的缩影。一个富得流油但手无寸铁的王爷和一个穷得叮当响但勇猛善战的山地卫士，这种我出钱你出命的雇佣关系贯穿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多达 1.5 万名巴基斯坦军人常年驻扎在沙特，其中甚至包括2个满编的装甲旅，说是保护沙特主权，其实就是给王室当禁卫军。1969年也门打过来时，是巴基斯坦飞行员开着沙特的战斗机把对方给赶了回去。海湾战争，伊拉克大军压境时，又是巴基斯坦军队第一时间赶到，保护沙特免遭萨达姆的铁蹄蹂躏。沙特王爷们也懂事，从来不亏待自己的保镖。巴基斯坦经济一崩盘，沙特就送钱。比如在1998年，巴基斯坦搞核试验被整个西方世界制裁时，是沙特二话不说，每天免费送5万桶原油，硬是给续上了命。这些年，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常年告急，跟个重症病人似的，动不动就要进 ICU， 每次都是沙特、阿联酋这些海湾王爷们紧急输血，几十亿美金的砸，硬是把巴基斯坦从破产边缘一次次拽回来。你看，一个出钱，一个卖命，关系铁不铁？太铁了。但这种关系一直停留在你懂我懂的默契层面，那为什么到了今年非要用一纸协议把它捅破公之于众呢？因为棋盘上最大的变量出现了。我们都知道，巴基斯坦虽然穷，但他手里有个王炸，整个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武器。外界一直有传言说沙特当年就是巴基斯坦核武器项目背后的大金主之一，这事双方自然没承认，但大家都心照不宣。沙特最怕谁？伊朗。伊朗搞了这么多年，离核武器就差临门一脚，一旦伊朗拥核，沙特王爷们晚上睡觉都得睁一只眼，所以沙特需要一个核保护伞。而今天这份协议就是把这把核保护伞从地下室搬到了客厅，明晃晃地摆在了桌面上。协议里那句攻击一国就是攻击2国，翻译过来就是今天谁要是敢动沙特，就等于直接跟一个核武国家宣战。这一下整个中东的军事平衡就被颠覆了。问题又来了，沙特以前不是有老美罩着吗？怎么现在要去抱巴基斯坦的大腿了？这就得说到我们第2部分了。1945年，二战还没打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一艘叫昆西号的巡洋舰上会见了一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老头，他就是沙特的开国国王伊本沙特。两人在船上嘀嘀咕咕定下了一个影响世界格局80年的契约，石油换安全。简单说，就是你沙特保证给我稳定供应便宜的石油，并且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我美国就保证你的王室安全，谁敢动你，我弄死谁。这个契约就是后来石油美元霸权的基石，也是美国在中东统治地位的压舱石。但从2010年以后，这块压舱石开始松动了。首先，山姆大叔自己家里挖出了页岩油，一夜之间从最大的石油买家变成了卖家。既然买卖不成，那人也就不在了。以前是客户是上帝，现在是同行是冤家。美国对沙特石油的依赖大大降低，那份安全承诺自然也就打了折扣。更要命的是，美国觉得在中东这个泥潭里陷得太久了，打仗花钱死人不划算。
而太平洋对岸一个红色巨龙正在飞速崛起，于是奥巴马政府开始搞重返亚太，要把主要的精力和军力都调到东边来，明显是要围堵中国。中东这边自然就要战略收缩了。沙特王爷们一开始还没当回事儿，觉得你美国还能真不管我，结果现实一巴掌一巴掌的扇过来。2015年，奥巴马政府不顾沙特的强烈反对，硬是跟沙特的死对头伊朗签了核协议。这在沙特看来简直就是背后捅刀子，你这是在武装我的死敌呀。2019年9月，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2个核心设施给炸成了火海，全球油价应声暴涨。沙特第一时间向华盛顿求救，结果特朗普政府除了在推特上嚷了几句，屁都没放一个。那一刻，利雅得的王宫里心估计是彻底凉了。说好的安全保护呢？说好的弄死他呢？原来都是骗人的。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几天前，9月9号，以色列悍然空袭了卡塔尔首都多哈，目标直指正在那里开会的哈马斯高层。这次袭击不仅炸死了包括1名卡塔尔安全官员在内的6人，更炸碎了整个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最后一点幻想。卡塔尔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境内还驻扎着中东最大的美军基地。可以色列就在美军眼皮子底下动手，华盛顿也默许了这次公然的侵犯。这件事在中东引发了剧烈地震，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约束以色列，更不会为了保护所谓的盟友的主权而得罪犹太人。往回看，拜登在任时更是把沙特往死里羞辱，因为卡舒吉之死直接把沙特定义成贱民国家。你看看，经济上成了竞争对手，战略上被抛弃，政治上还被羞辱，这哪是盟友，这简直是仇人。沙特王室终于想明白了，这个世界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但自己又没枪杆子怎么办？于是沙特在小萨勒曼的带领下开始搞2030愿景，核心就是经济转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同时外交上也搞起了对冲战略，不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他们一边继续和美国保持军事合作，一边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甚至还开始用人民币结算部分石油贸易。所以当中美博弈加剧，美国要求沙特选边站队时，沙特发现自己反而有了更大的谈判筹码。但外交上的左右逢源解决不了根本的安全焦虑，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富豪睡在饿狼旁边始终是不踏实的。于是沙特找到了那个合作了半个世纪最信得过也最有实力的保镖巴基斯坦。这份防御协议就是沙特在美国战略收缩后为自己寻找的新的安全基石，它不是对谁的挑衅，而是一个被抛弃的盟友在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一次无奈又必然的自救。是美国自己亲手制造了这个权力真空，就别怪别人来填补。而就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决定把关系转正的背后，还有一个无心插柳的东方大国。2023年3月10号，北京，沙特和伊朗这两个斗了几十年，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的死对头，居然在东大的斡旋下坐在一起喝茶，宣布恢复两国间的外交关系。这个消息一出来，估计华盛顿的下巴都气脱臼了。美国一直把中东当成自己的后院，想让谁和好就和好，想让谁打架就打架。结果这一次，中东最大的两个玩家和解了，居然没美国什么事儿。这件事的冲击力是核弹级别的，它向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儿：解决问题不只有美国这一条路。正是这次北京和解，给了沙特巨大的信心和外交空间。他们发现，原来离开美国天塌不下来。既然我能在斡旋下跟最大的宿敌握手言和，那我为什么不能在没有美国点头的情况下，跟一个有着老交情的朋友签一个防御协议呢？在外交层面上，有为沙巴联盟创造的势，而在经济层面，也有这个联盟可以走的路。这条路就是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从新疆喀什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瓜达尔港，这是一条能让中国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能源和贸易大动脉。而沙特早就看懂了这条走廊的战略价值，他们不仅口头支持，更是真金白银的往里砸钱。早在2019年就说要投资100亿美元，在瓜达尔港建一个巨大的炼油和石化综合设施。你品，你细品，沙特宁愿把上百亿的资产放进来，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安全。中巴经济走廊要成功，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而谁能提供这个安全环境？美国是指望不上了，他们巴不得这里越乱越好。看来看去，只有巴基斯坦才是这条走廊最直接的保卫者。所以你看，逻辑链一下就清晰了。沙特投资中巴经济走廊，就等于把沙巴两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而如今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防御协议，本质上就是为了这个日益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提供一个安全框架。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所以你看，这纸盟约的背后根本不是简单的两国结盟，它是一场横跨半个世纪的利益交换的最终兑现，是美国战略收缩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是东方大国崛起后世界格局重塑的必然结果。这份协议对沙特来说是递给新时代的一份投名状，它宣告了石油换安全模式已经进入尾声，宣告了中东国家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美国来说，这是重返亚太战略付出的实实在在的代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为谁停留。特朗普对中国1300多种加征关税的清单上，机智一批的他唯独划掉了他们至少 80% 都要向中国进口的稀土，因为在稀土上中国能把老美的脖子卡到窒息，并且在全球都找不到替代渠道。我国掌握着世界 90% 的稀土供应，在全球上只有中国一超没有多强，是真正的王牌产业。这个让我们自豪的产业，却建立在我们曾把稀土当猪肉卖的血泪史上。30年前那场将全球强国都卷进来的稀土大战，开战前我们被美日欧等国逮着羊毛可劲薅，最后却被中国将计就计，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口中的霸权主义者。稀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可以说它可是比石油都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称为工业黄金。美国制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要使用稀土达27吨，生产一架 F-35 战机需要400公斤，一枚爱国者导弹中也含有3公斤的稀土。可以说你日常中见到的飞机、新能源车、手机等都需要用到稀土。军事方面，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武器，比如激光炮、电磁炮、卫星、雷达等，可以说没有稀土，就连三体中的水滴都得躺在设计图上。中国稀土的储备量是世界第一，但凡中国沾点第一的东西，那美国绝对不会让你好过。1980年之前主导着全世界稀土行业的就是美国。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了全球 90% 的稀土需求。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为了确保战争时期美军不会缺乏关键的稀土原料，就将本土的稀土开采列为了核武器的级别。一场针对中国稀土的阴谋就应运而生。1982年，美国战略原料局向总统里根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整篇报告汇总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资源，向中国购买，埋在我们土地下面存储起来，等把中国掏空之后，我们再高价卖给中国，岂不美哉？美国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真是为首熟耳。1990年，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然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在稀土的暴利下，一时间经营稀土行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数百家，他们不负众望地将这些稀土卖给了英美日等国，并无限量供应。由于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国内的企业就打起了价格战，导致比黄金还宝贵的稀土真的被当成土来卖，价格最低时甚至比猪肉还便宜。到了2005年，全球稀土总量不到10万吨，中国的产能却达到了20万吨，供远大于求，出口的价格比支出暴跌一半都不止。更令人心痛的是，中国的稀土储量由70年代的 90% 骤降到了 37%， 现在的存储量预计保持到2040年至2050年，之后就需要向国外进口了。没办法，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啊！你总得先赚着钱才能购买生产线、购买技术。另外，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有1/3的稀土都是盗采和走私出口。每每讲起这段历史，无数人为之痛心，而以美国为首的稀土购买国则悠哉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年制定的战略实现。当年被邓公点名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产业，却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让无数国人唏嘘。但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可没这么惨。在中国低价高纯度的稀土冲击下，国外稀土公司开始大量倒闭，稀土产业链断档。视频开头的芒廷帕斯矿在2002年就被美国关停。全世界的稀土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是被中国廉价的稀土冲垮，要么将企业迁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相信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外企大部分却被中国悄悄收购和瓦解了。比如曾经为美国生产最先进导弹磁体的麦格昆茨公司，如今背后的两大股东分别是中科院的下属企业中科三环，另外一个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洋气十足的麦老登的名字下可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中国西部矿业收购了美国稀土合金生产厂，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全球金属矿业公司等等，基本上全球所有有关稀土的头部企业都被我国直接和间接吞并。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甘心被收购？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从开采到分离以及提炼的整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不仅端走了他们的饭碗，临走还把桌子给掀了。直到2010年在中国布局完成后，其他国家才恍然大悟，美国赶紧将芒廷帕斯重启，希望重现往日辉煌。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注资升级，还有巴西、日本、印度等组成联盟，表示不进口中国稀土，还有忙着撰写状纸告中国稀土垄断的。2012年3月，美国、日本还有欧盟一同将中国起诉到了世贸 WTO， 起诉的理由是中国随意限制稀土的出口配置，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凭借稀土霸权欺负我们。WTO 这个傀儡机构认定中国败诉，强迫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好，这么玩是吧
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把稀土的出口关税提高到了原来的10倍。美国也没闲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稀土，先是找到了格陵兰岛，结果早被中国捷足先登。中国盛和低调并购了格陵兰矿业公司 10% 的股份，是格陵兰最大的股东，拥有优先开采权。蒙古国虽然愿意卖，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压根运不出去，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美国跑去矿物废料里提取稀土，结果发现提取稀土的加拿大技术商 NEO 公司已经悄然改名为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这家公司也早已被中国紫金矿业以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估计美国知道这一消息时头都裂开了。在过去的10几年中，美国一直想要重建稀土产业。在2010年时，美国审计局计算出追上中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到2016年，美国总统再问统计局，得到的答案还汤姆是15年。美国等于刷了6年的朋友圈步数。而此时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基本消化了全球的企业，但是距离称霸全球还差一步。还记得开头说的，供应着全球 90% 的美国芒廷帕斯矿吗？被美国寄予厚望，却在2015年宣布破产了。在破产前，将核心技术和资料全部转移到了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2年后，芒廷帕斯矿拍卖，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家稀土企业在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链，这是美国最后的倔强。拍卖会上被 MPMO 公司竞拍获得。有意思的来了， MPMO 公司有3大股东，其中2家是根正苗红的美国资本，另外一家是新加坡国贸公司，股份拥有优先权。这家公司虽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但 70% 的股份归属中国乐山盛和稀土公司，而乐山盛和的背后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研究所的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代表美国无限稀土光荣的公司，通过一个4线小城市乐山又转交到了中国手上。万般无奈之下，美国最终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公司，拥有着世界 14% 的冶炼产能，而中国的冶炼产能也才占到了世界的 86%。世界上除了2万吨稀土不是中国冶炼的，剩下的稀土矿都需要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而这一切的辉煌背后，其实我们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先生。他和同为化学家的妻子高晓霞克服美国重重阻挠返回祖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四处转换科研方向，自主创新出一套串集萃取理论，将稀土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 99.99%。中国稀土因他而起，因他而盛，由开始的冤大头变为吞并世界的巨鲸。我们背后的脊梁，每一块都由他们所铸。在中国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名利，不为财富，他们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富强。